王座崩塌，群星崛起，强梁霸道终覆灭，胜者转衰如沧桑。引领新时代的强者们，跨越陈旧的桎梏，头也不回的奔赴未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尔本，海贼王漫画1030话，述说世事本无常已更新，本话全程高能。估计你就是海军的间谍吧？就在喧嚣战场之外的密室中，阿普与德雷克摊牌。对于这个反叛的同伴，他已经猜到了真实身份，但如今已不再重要。既然德雷克也想干掉凯多，那么大家就有共同目标。阿普向德雷克提议，两人联手秘密结盟。这场战争无论谁胜谁负，都会损失惨重，而两败俱伤的结果，就是一口气将他们全部干掉的最佳时机。既然不属于两边阵营的任何一方，那我们还有战斗的意义吗？怎么样，来跟我们一组吧！到最后时刻，将一切掠夺殆尽吧！阿普诡诈的尖笑声回荡在大厅中，就在他身后，满骂着伊美、二牙、三鬼，正在大快朵颐，胡吃海喝，丝毫不理会外面天翻地覆的死斗。显然，他们真正听从的是阿普的命令。德雷克对这个提议略感惊讶，事到如今，难道阿普还信得过自己？阿普自嘲，真要说起来，他们彼此都不值得信任。然而现在他们利害一致，就有联手的契机。这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德雷克面临抉择。此时的宅邸1楼楼梯处，胆小二人组娜美、乌索普和小玉麻美等人正在从楼上紧急撤离，火势已完全失控。伯千代哀嚎着，由哈姆雷特和戴夫高硬扛了下来。突然，前方传来一声尖叫：“有怪物啊！”娜美、乌索普马上警惕起来。只见眼前一个只有下半身的肢体正在四处追赶他人，前方为何人？请帮忙在下！娜美和乌索普大吃一惊，这熟悉的毛腿和武士服，不就是那个男人吗？乌索普一个飞身，抱住半个警卫门，想阻止他往危险的地方跑去，但没有眼睛和耳朵的下半身无法分辨敌友，任凭乌索普大声呼喊，警卫门还是拼命挣扎。抬手一看，满是鲜血。警卫门和武士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恶战？众人围在一起思考着对策，究竟是何人？亮明身份吧！一语点醒娜美，她蹲下身，在警卫们腿上比划起来。原本焦躁的下半身豁然开朗，因为她察觉到这是只有伙伴们才知道的逆星月标志。警卫们终于放下戒备，向众人紧急求助：“请随我来，我的同伴尚存微弱气息，还请尽快前来搭救。”大神乌索普似乎察觉到什么，决定开始行动。哈姆雷特见我用一下，小玉就拜托你们照顾了。真是的，本大爷到哪都是抢手货。乌索普将警卫们的下半身连在长颈鹿的屁股上，扬长而去。火势已蔓延至阁楼下方，然而武士们依然倒在血泊中，昏迷不醒。警卫们勉强维持自己的意识，默默期盼的小局能多坚持一会儿。刚刚凯多的了结一击力量太强，刀刃贯穿身体的瞬间，竟将他分成了两半。似乎当时在庞克哈萨德被罗用能力劈开的身体，并没有完全融合，如同奇迹一般。死寂的房间内，突然传出电话虫的通讯：“喂，回答我，看史安。”警卫们大吃一惊，那个已经被斩首的大蛇竟然还活着，但看史安已经死了吧？出乎意料的是，看史安竟然还活着。在听到主人的声音后，他也醒了过来。属下在，大蛇大人，你的气息跟虫子一样弱啊！我的演出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，辛苦你了，真的是一出好戏。电话从那头传来一阵零碎的掌声，这是大蛇给看史安的鼓励。接下来他还将完成最后的演出。我还有一肚子怨气未消啊！祖先们都在等着你的华丽反产秀，画给我看吧，看史安。黑炭家族那熊熊燃烧的怨念，那跨越百年的家国仇恨，深入地底的黑炭怒火，随着看史安颤动的画笔，在废墟之上煅烧出炽烈恶魔，将这整座岛屿缓缓推向地狱，坠入深渊尽头，直至将所有敌人葬送于黑炭一族的目的，才能安抚那些怨恨的亡魂。遵从您的指示，请欣赏我人生最后的谢幕演出——黑炭的制裁及火前访。看史安用尽最后的气力，将自己荒诞的一生与无穷愤恨化作恐怖的火焰恶魔，降临在城堡核心，烈焰将沿途一切焚烧殆尽，无可阻挡地扑向最后的目的。海贼们纷纷逃散，警报声响彻整座鬼岛。报告，城堡2楼出现了来路不明的巨型妖怪，妖怪能穿透墙壁，目前正在像亡灵一般行动中。城堡内如今已变成一片火海，无数危机叠加，正在将这场战争推向至暗疯狂。就在那鬼岛上空，桃之助因为无法制造出大片焰云，只能一点一点慢慢生成，试图积少成多，拖住鬼岛。在它下方的花之都内，人们对于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浑然不觉。而在宅邸内，各处战线已白热化，布鲁克、罗宾与毛皮族并肩战斗 ，CP0 也悄悄开始行动。马尔科、乙藏和松正在与宴会厅内的海贼们激烈交锋，捍卫着那属于海贼王双翼的决战舞台，以及屋顶之上新旧时代王者之间的巅峰碰撞。管你什么关越联军还是海上皇帝，你们已经嘲弄我太久了，再过不久，你们通通都要死。阴险的黑炭大蛇正躲在某处密室内，为复仇计划自鸣得意。他对凯多城堡地下的武器库了如指掌，里面存放着历年来制造的大量武器，只要将它引爆，这座岛上的一切都将灰飞烟灭。看史安，炸了他！
把一切都给炸飞！快点，福禄寿，我们得逃跑了！我才不管海贼之间的战争会怎么样！灾难来临之际，救星也正在奋力前进。大口真神冲破海贼们的包围，径直赶往地下的武器库。不知道桃之助军能不能赶得上？就算是一点也好，一定要尽可能延长鬼岛坠落的时间啊！大河再次踏上宴会厅，这里已杀成一片混乱，但更惊人的事态还在后面。只听见一声巨响，宅邸2楼墙壁被剧烈冲击彻底摧毁，庞大的瓷器魔人支离破碎，跌入大厅。在所有人的惊呼声中，地表最强老太婆比格曼脚踩灵魂烈焰，手持雷霆巨刃追杀而来。老娘就先解决掉你，基德！拿破仑锋芒对准猎物。半空中的基德回想起刚刚与罗的对话：“喂，特拉法尔加，你的能力觉醒了没有？还用不习惯，但生死存亡的关头会用的。这招的体力消耗巨大，我把它作为最后的招式。我也一样，但按照普通的战斗方式，这样打下去没法击败他。拿出你珍藏的底牌，掩护我吧！”一场豪赌旋即开始。就在大妈飞入空中的瞬间，死亡手术也已悄然而至。特拉法尔加罗凝聚起神秘光波，轻拂过鬼气锋芒。这一记 Chrome 麻醉是裁决生死的最终手术。罗一个飞身，瞬间来到目标身后。大妈引以为傲的钢铁皮肤竟被刀刃轻易刺穿，这悄无声息的攻击似乎连痛苦也没有。大妈惊诧间，罗的手术已经开始。剑贯穿身体本身并没有意义，但是 Chrome 能从内部产生波动。刹那间，剧烈冲击席卷536斧，从大妈体内爆裂而出。这一记冲击波动，弱点击破，猛轰核心，彻底瓦解钢铁气球。大妈遭到重创，口吐鲜血，剧烈痛楚唤醒无穷怒火，嘶吼着准备干掉罗。但这场豪赌才刚刚完成一半，接下来是基德的表演。右手一抬，大喝一声“负隅”，大妈庞大的身体瞬间异变，磁力翻涌。拿破仑突然贴在大妈身体上，动弹不得。海贼们的武器纷纷飞出手心，只见那半空中的比格曼俨然变成了磁场中心，巨大阁楼难逃扭曲厄运，无数金属被强烈磁力彻底剥离，无可救药地冲向大妈。快躲开，特拉法尔加！不要命令我！刹那间，枪炮刀刃交错成曲，无限争鸣，钢铁洪流如潮奔涌，鲸吞一切。这一记瓷器激突，万象磁力尽情宣泄。只听见一声惨叫，比格曼被钢铁吞噬，整座战场彻底湮灭，王座终会崩塌，时代无可阻挡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30话的全部内容啦，下周不休刊。本话信息量颇大，各种反转出人意料。警卫们在赚了我们一波眼泪后，又用这种离谱的方式回归。看来尾田还没有忘记酒瘾的预言。而康史郎画出的巨大火焰恶魔直接朝着炸药库前进。鬼之岛最后的5分钟看起来是内忧外患，大河又将如何应对这个危机呢？大神乌索普的行动又会创造什么奇迹呢？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周漫画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